一觉醒来，我出现在空旷草原，觉醒100倍暴击系统，每个行为都能获得暴击收益。就这样，别人在异界吃苦受难，我在异界吃香喝辣。刚被女友甩了的洛雨，前一秒还在自嘲，追星追到把我踹了，就挺离谱的。他在路边捡到一颗金色的珠子，突然一声晴天霹雳，再睁眼，他已经站在一片陌生草原。诸天万界一切智慧种族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道的新世界。你们只要在心中默念打开系统，自有分晓。直觉告诉洛雨，他应该是穿越了。接着他立即查看系统。哦，这意思就是活下去，并让自己不断变强。检测到您拥有太初之时，恭喜您获得唯一技能太初暴击。太初暴击，您的下一次行为将提升100倍效率，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，奖励初始暴击次数3次，当前次数4次。这么牛逼的名字，还是别人都没有的唯一技能，这可真是走了大运了。除了吃饱和盖房，几乎万物皆可暴击。看来我的初始综合实力评估的还算不错，是单人开局，有些多人开局就算能互相帮助，但都是弱鸡，大概也没啥用。时间宝贵，上午先播种农作物，下午再搭建临时木屋。洛雨走到一处空地，为了方便后续播种浇水，他开垦出了一片长方形的菜地。哎，我这就试试太初暴击。洛雨当场吃下了人参，立刻感觉全身舒畅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再看面板，力量15体质16敏捷13，强起来了。趁着这股劲头，玉米、水稻和药草都种上。趁着人参给的精力，要赶紧把木屋造好。洛雨拿起地上的锯子，走进小树林。3个小时，足足锯了80个单位的木材。人参果然大补，这要放平时至少要砍2天。看来每个人初始白银100，不光买东西要花钱，建造也需要，我得想办法赚钱。洛雨将小木屋的地点选在了菜地旁边，一瞬间小木屋就建好了。洛雨坐在木屋里小憩，控虚拟界面打开了世界频道和区域频道，发现都小半天了，还是乱成了一锅粥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哎，这么热闹呀！你们的领地都什么样啊？太惨了，我们的草原上只有青草和虫子啊！我想回家。精灵，我的基地里竟然有精灵妹子，好美，血赚。我是天兽星的，兽人永不为奴。杀千刀的天道，赶紧让老子回家。安全问题暂时解决，玉米水稻长得再快，也不解我现在肚子咕噜噜响啊。刚才看见平原上的莓果倒是熟透了，先去搞些来充充饥。洛雨提上篮子直接出发，不一会儿就把一灌木的莓果都摘完了，吃了一个倍儿甜。他突发奇想，还有2次暴击可以用。太初暴击。猪笼果服用后永久力量+5，敏捷+2，3日内饱食度维持100%，并抵御蚊虫、疾病侵袭。洛雨大喜，立刻吃了果子，感觉又充满了力量，就把整片灌木丛的莓果都采摘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食物都没有？真的有人能在这片草原上活下去吗？伟大的女神爱丽丝不想吃虫子，这片草原只有青草和虫子，根本没办法填饱。突然，天空传来了系统的机械音：警报！您所在的9527号区域有一群野狼下山觅食，他们将分散行动，可能随机袭击生存基地，请做好准备。喵呜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狼来了，不要来吃我呀！怎么肚子还没填饱就遇到了危险啊？不要这样啊！和窘迫的其他种族不同，已经建好房子的洛雨正悠哉地吃着东西。忽然，他意识到了不对，不能让他们靠近田地，田地被破坏没什么，但种子不能有事啊，就那么一点种子。兵100倍暴击触发，您的下一次攻击威力提升100倍。听到系统的提示，洛雨毫不犹豫打开房门，冲向狼群，一声闷响，木棍结结实实地砸在了野狼的脑袋上。看到同伴被秒杀，本来还呲着牙的另一只野狼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被我驯服或者死。兵100倍暴击发动，您驯兽的成功率增强100倍。在系统的加持下，野狼很快低下了头。以后你就叫阿呆吧。兵驯服成功，您的驯服等级提升至 LV2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洛雨看溪水里的内脏，引来了不少小鱼，这倒是个意外收获。于是找了一些石头堵住小溪，抬高了水位，做成了最初级的简易鱼汤。不错不错，小鱼你们赶快长大哦，嘿嘿，这会儿可以烤狼肉了。百无聊赖的洛雨解决完危机，就又点开了聊天界面。大家没事吧？还好人家会爬树，抓不到我，但是把我采的果子给吃了。洛雨半天没说话了。没事，已经处理了。没事就好，我要去交易平台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物资上架。我也去，我也看看。3位美女，你们就没人问问我有没有事吗？洛雨心中一动，打开了交易平台，他把地上的莓果一收，统统放到了商城，非常黑心的标了25白银，但仅仅1秒就被抢光了，卖了整整2500银币。开局第1天，别人还在啃树皮，洛雨直接存款4位数。呵，看来我还是卖便宜了，可惜了，狼肉还没烤好，不然还能再赚点。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，想到猪猪龙国给自己3天抵御蚊虫的 buff，洛雨把目光朝向了不远处的虫子，多好啊，烤干吧。
鸡肉味儿，嘎嘣脆。万界种族不一，应该会有鸡族这类爱吃虫子的吧？在白银的诱惑下，落雨很快便抓满了一袋。正开心呢，突然响起了一阵系统音，获得个人特性虫族克星，虫族克星对一切虫族额外造成50%的伤害，免疫一切虫族50%的攻击，永久敏捷加10，体质加10。查看完系统，落雨突然感觉到非常疲惫，他回到木屋，将处理好的狼皮往身上一裹，直接睡觉。第二天，落雨看了看系统消息，果然昨天上架的10块狼肉全部卖光了，1块80的天价。目前他账户内有白银3400，他盘算着要怎么花。木质围墙太脆弱，还是石头的更有安全感，这就得有一把切石刀。他选中100白银的切石刀，心中默念太初暴击。并您购买切石刀时产生100倍暴击，获得价值1万白银的道具天宫刀。买东西也能暴击，妙啊！如此好刀在手，开干。不过半小时时间，落雨已经切出了长方形的石砖1000块了。昨晚怎么样？大家都活着吧？昨天的野狼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？一棒子打死就好了。落雨一边切石头，一边和这些家伙聊天打屁，快速的熟悉了起来。忽然，一条相关的世界动态推送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虫族4444在虚拟竞技场针对地球人类摆下擂台，胜负赌资2000白银。人族都是废物，就地球人类这种低等生灵，来100个我都照杀不误。擂台是虚影投射，即使在其中嘎了，现实里也不会有任何损伤。虫子，我会让你知道人族的厉害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螳螂率先出手，汉子没想到螳螂速度这么快，一招不慎就被打倒在地。螳螂就这样获得了2000白银。哈哈哈哈！人类就是如此孱弱。话音刚落，擂台上又投影了一个人类，并且不似刚刚那个汉子一般壮硕。对此，螳螂嗤笑不已。又来一个送钱的人族，你们人族都这么好的啊？虫子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你们虫族的下场就是被我们踩在鞋底。虫族看不起人类，嚣张无比。落雨上台就轻松击败了虫族，震惊了观战的所有人。地球人类已获胜，耗时1.6秒。哎呀，草率了，应该赢得艰难些，让其他的虫族误以为能战胜自己，从而前来挑战，这样可以赢更多的白银了。落雨内心懊悔不已，但观战的人都在倒吸凉气。What up， 帅哥真猛，求爆照，求交个朋友。刚刚叫嚣的那些虫子们呢？还敢不敢来了？整个聊天室几乎被人类刷屏了，不是在崇拜落雨，就是在嘲讽虫族。此时，落雨忽然注意到了屏幕右下角的一行小字：你们看看地图，是不是有月底袭击的提示？真的哎，晕倒怎么办？我和姐妹们才刚刚搭好木屋。落雨赶紧带着阿呆去了矿洞，自己挖矿，让阿呆一车车拉回家去。1个上午过去了，阿呆都累得像条狗一样了才作罢。落雨走到小溪旁准备洗个脸。警告：生存基地卫生标准太差，疾病风险率上升。难道是刚才在林子里随地拉粑粑造成的？现在连个头孢都没有，生病倒下了会大大拖缓发展时间，那月底的袭击就危险了。想到这里，落雨先是造了一套排污系统，把本就不多的资源花在了卫生方面，又花30个木材，20白银造了简易木桶，15白银买了个铁壶，烧水洗了个热水澡。随后落雨打开了聊天框，和大家聊天。咦，我泡热水澡给了个行动狂热的 buff 啊，真好啊！我也想泡热水澡，可是我们连房子都还没建好。落雨，你闭嘴，说的我身上都有些痒了。游戏，我想和雨生一起沐浴。大家纷纷羡慕嫉妒，其中小日子最甚。落雨小聊了会天，接着便睡着了。第二天，落雨起床后来到了昨天挖矿的地方，一倒下去，一阵系统音响起，100倍暴击，您的采矿效率，稀有矿石出产率提高1万，您获得300单位黄金。落雨被眼前的黄金吸引了注意力，没注意到一只黄金色的甲壳虫正在悄悄靠近。您挖掘时引起了金甲虫的愤怒。对同一只生物，最多使用3次驯兽术。落雨知道，若是对方出于暴怒等负面状态，则会增加驯服成功率。接着，一人一狼开始仗着敏捷点的优势调戏金甲虫。驯服术，金甲虫被落雨一人一狼气得暴走，驯服成功率来到了61%。落雨使用驯服术后，金甲虫金光一闪，冷静了下来，开始亲昵地蹭着落雨大腿。居然还是只能帮忙雕矿石的甲虫。就这样，接下来的日子，落雨负责找排污的水渠，甲虫负责挖矿，野狼则是帮忙雕木柴外加巡逻。落雨走了一会，找到了一条合适的水沟。这水渠正是排污水的好地方，虽然不知道通向哪个人的家，但反正一定不是我家。满意的点了点头后，落雨打开建造界面。落雨点了下确定后，又造了不少的排水管，链接到自己家的厕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落雨的卫生评分来到了48分。不错，虽然还需要手动打水，但总归是有厕所了，而且还是石门。要是木屋顶不住袭击，还能躲厕所里暂避。想到这里，落雨忽然发现自己需要赚钱了。接着，他又点开了虚拟竞技场，看到最下方的这一行信息，落雨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这世上还是好虫子多啊！
只因为我在虚拟竞技场里击败了虫族，就招来了虫族的记恨，陆续摆下7、8个擂台，叫嚣着要和我比试，却没想我虫族克星稳定发挥，含泪拿下8000白银。这虫族也太善良了，这是真正的送菜虫子啊！骆雨心满意足地退出竞技场。此时，一阵系统音传来：“恭喜您取得连胜，实力评分上升，您获得黑铁试炼者成就，相关科技链条功能已解锁。”骆雨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解锁成为佣兵的科技需要5000白银和1块金晶石。成为佣兵可以去别人的生存基地赚钱，5秒的无敌时间足够判断形势了，不敌就跑，这生意稳赚不赔呀！这白银好搞，金晶石的话只能凭运气看下能不能挖到了。骆雨决定利用百倍暴击继续挖矿，一镐子下去就挖了500单位的翡翠。他又抓了条之前围住小溪里的鱼烤了当晚饭，心满意足地睡了过去。光吃鱼会营养不良的，这还真有蔬菜种子，不错，来一袋。骆雨正准备去播种西红柿种子，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：“一群迁徙的烈火鸟经过您的领地。”骆雨抬头一看，远处飞来了一片颜色红火的飞鸟。进入生存基地后，它们便降低了高度，看样子是要捕鱼。乌喵，这烈火鸟真漂亮，好想抓一只吃。鸟肉难吃，不如菜叶子。老牛，你不是吃素的吗？我是吃素的，但是我的拳头不是吃素的。大家抓鸟不要太靠近湖边，小心湖里有怪物。就在这时，湖中突然跳起一只如同房屋一样的巨大黑鱼，吓得烈火鸟们四散而逃。就在骆雨以为抓鸟计划泡汤的时候，一只慌不择路的烈火鸟往骆雨这里飞。好机会，驯服！骆雨话音未落，小狼阿呆就已经一口咬断了烈火鸟的脖子，叼着烈火鸟屁颠的来请功了。活着挺好，死了也行吧。一人一狗正往回走，骆雨眼尖发现了远处草丛有2颗鸟蛋。烈火鸟可不是呆萌火烈鸟，是可以战斗的猛禽，再加上暴击系统，万一暴击孵出小凤凰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美滋滋地带上2颗蛋回了房间。阿呆，有个任务给你。骆雨将2颗鸟蛋塞到阿呆怀里，嘱咐着：“你来孵蛋，千万别压坏了。”骆雨都在勤恳地挖矿，可惜这回百倍暴击只挖出了100单位黑斑石。就在这失望之际，2块石头竟然径直朝他扑来。你们俩今天起给我好好挖矿。接下来几天，骆雨苦等着西红柿收获，商城里的一颗普通白菜都100白银了。他望着远处的竹林发愁，暴击西红柿也太不划算了。我这竹子刚冒尖，长硬了倒是能做武器。对啊，别长大，有竹笋啊。于是骆雨煮了一大锅竹笋肉汤。美饱餐后，骆雨又跟方梦雨交易了10个品种。他计算了一下，加上临时鱼塘里的鱼，他还有8天的食物，但肉类保质期只有4天了。系统商城不卖关键的生存物资，比如储存食物最需要的冰。这要如何不用冰保存肉类呢？骆雨忽然记起来了初中学的知识，制造了一个简易的蒸发制冷装置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系统音传来：“警告！天道世界气候出现变化，可能会有异常天气降临您的领地，请您做好准备。”刚说完，天空中响起了几道惊雷，吓得几只宠物瑟瑟发抖。骆雨打开世界频道，发现聊天框炸锅了。旱天雷，还好，隔壁还有些地方下着拳头大的冰雹，有屋子都不行。屋子不行，这话别乱说，容易开团。话说旱天雷容易引起燃烧，我们这都是草木，要是烧起来就坏了。话音未落，一声轰雷声响起，远处的草原上一下子窜出了火星子。异常天气降临领地，幸好我未卜先知建造了围墙，抵挡了火海，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在聊天框里大声诉苦。完了，我的菜地啊！这该死的天气！咦，我们这里好像闪电都屁股里了，好多鱼儿仰泳睡觉了，好想去捡啊！闭嘴吧，你们这群欧皇！说完后，骆雨对着窗外的围墙拍了个照片，发到了聊天框里。不过还好，我家火焰被围墙挡住了。这句话一出，众人顿时震惊不已。前期这么短的时间，骆雨不仅建好了围墙，居然还派上了大用。与之相比，老牛就惨了许多。别说了，我要烧起来了！老牛之后，聊天框一阵哀嚎。骆雨由于围墙的存在，房子稍微安稳，但想到鸟蛋的安全，骆雨叫起了抱着鸟蛋熟睡的阿呆。阿呆，今天大火，鸟蛋不能出事，厕所非常坚固，你去那里睡。第2天起床，骆打开拍卖行，看到蛮牛族有一牛正卖着冰块，蛮牛族最好忽悠。骆雨带着邪魅的笑容点开了对方的聊天框。兄弟，你这冰怎么卖？水果、蔬菜或者能够干活的雌性宠物，最好是人形的。听到这话，骆雨沉默了一下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评价这卖家。但很快，骆雨心生一计，开口说：“蔬菜和水果我肯定不能给你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希望，你知道不？鸟蛋里可以孵出鸟人。”
虽然不一定是雌性，但总归有希望不是？难道你连拼一把的勇气都没了吗？300块币。算了吧，300块我不如自己留着孵化雌性鸟人去。潜移默化间，落雨已经把可能孵化这个概念混淆了不少，让蛮牛族觉得一定可以孵化出雌性鸟人。同时，对方听到落雨这话，显然坐不住了。400，我就400了，再加1根胡萝卜。落雨心下觉得好笑，沉默了3分钟。哎，跟你交易总觉得我会后悔。最后，蛮牛族还感激地谢了谢落雨离开孵蛋的事了，而落雨则是挖了处地窖，将冰块存了进去。过了一会，落雨去挖了一趟矿，又驯服了几只虫子，加上前面的2只，一共7只。同时，食物也有些不足了。这群虫子真费肉啊！落雨着急的原地踱步了一会，灵光一闪，只要建造2处堤坝，一处进水，一处放水，入水口打开放入饵料，出水口只留水不放鱼，这样岂不是有用不完的鱼肉了？说干就干，落雨很快挖了起来。不一会，一个初具规模的鱼塘就挖好了。落雨打开聊天框，发现大家都在哭惨。好惨啊！一把火，我的草原被烧了一半，这些可都是我的食物啊！你真惨，食草动物也会有食物担忧。那落雨你呢？食物还够吗？落雨没有说话，而是放了一张鱼塘的截图。什么情况？你哪里居然有一个鱼塘？这是你挖的吗？我们喵族都喜欢强壮的男孩子。落雨，我妹妹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说起来我还挺好奇，你们猫娘的尾巴和耳朵是什么样的？没等纳可回话，老牛就插话道：“我的耳朵和尾巴你要看吗？”滚！没想到纳可真的私聊发了一张截图，一对白色的耳朵，一对黑色的耳朵。这2只猫娘也在泡澡，太撩人来吧？这也就给你看，不许转发给别人，不然我咬你！哈哈哈哈哈！落雨心情愉悦地退出聊天框后，顺势点开了虚拟竞技场，想再赚点钱。可他入场的通报一响起，虫族的房间顿时少了许多，只剩下零散的几个人类房间。落雨随缘点进去其中一处，很快便开始战斗。那个，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对方不再攻击，而是单手捂着胸口。你不要脸，有种是天后我们在这。KO， 您获得了胜利。收到来自秋叶的邀战，是否接受？落雨和对战秋叶也感觉自己的实力提升了不少，随即同意了下来。对了，下次如果还那么在乎肢体接触，那可赢不了我。落雨击败秋叶后，回到了草原，便立即开始工作。现在他正盯着鱼塘发愁，要是能把鱼饵暴击就好了。100倍暴击触发，您下的饵料功效提升100倍。顿时，沉底的老鼠散发出金色的光泽，逐渐有鱼汇聚到他的身边。落雨趁机把入水口堵住，把出水口的巨石搬开，池塘的水很快就流干了。各类鱼整整齐齐地躺在鱼塘底部，甚至还有螃蟹和淡水虾。阿呆，别玩了，赶快来帮忙！1小时后，冰窖里堆满了一群鱼，落雨把鱼塘注满水，等着明天接着捞鱼。又上架了一部分水产，账户里多出4000白银。与此同时，回到屋子的一人一狗都注意到了鸟蛋上出现了裂痕。阿呆，你让开，我来孵蛋。小阿呆被落雨丢在了一边。就在这时，系统触发了100倍暴击。100倍暴击触发，孵蛋效率提升100倍，有几率孵出变异生物。暴击提示出现，落雨怀中的鸟蛋裂缝越来越多。随后，一个小脑袋探了出来。雌性土蛋鸡，食物充足的前提下，每天可以产出3枚土鸡蛋。烈火鸟变土鸡，这确定是变异不是退化吗？落雨心里犯嘀咕，但是想到每天都有新鲜的鸡蛋也行吧。营地里最不缺的就是虫子。接着落雨开始给土鸡搭鸡窝。就在这时，落雨接到了一道方雨梦的群聊邀请信息。落雨点击接受后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落雨，你来了啊！你现在体质多少了？几天能挖出来鱼塘呀？我和方雨梦都是9点，干活有些力不从心啊。落雨想着小群里的人都很熟了，透露一点也无妨，就默默地丢出一份截图。小群里的众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怎么会？人类的体质居然可以达到30，我们暗精灵一族体质也才20多，就是太离谱了。我们3个女孩子加起来都没你高呢。几人还给小团体起了名字叫雨林小筑，才各自散去。落雨回到草原，开始继续干活，先是抓鱼，随后挖矿。眼看四面的100米围墙都立起来了，视线却不如以前，瞭望塔就成了眼下的急需品。可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其他的都好说，木材好像没剩下多少了，而自己的领地上的木材也所剩不多了。冬天可是要砍柴烧火的啊！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落雨立马意识到了木材的珍贵，赶忙打开商城查看，结果发现1单位的木材居然只卖100银。没有犹豫，落雨直接下单了2000个单位的木材。大家肚子都还填不饱，暂时用不上木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帮你们用一用吧。落雨爬上瞭望塔，瞭望塔里有弓箭的虚影，
建造弓箭需要一根动物的筋，落雨不舍得宰杀自己的动物，一筹莫展之际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一群游荡的野牛进入本区域，作为中立生物，它会在这个区域内待上1到2天。同时，聊天小群里，方雨梦和老牛率先诉苦：有牛啊！我靠，这群牛别吃我的草啊，我自己还不够吃啊！他们往我的果林走了，该死的，谁能治一治这群野牛啊？我刚好需要材料，我去替大家试一试野牛的实力。话音刚落，落雨就退出了聊天。远处的竹林里有着不少他种的竹笋，为了防止被野牛霍霍，他必须把这群野牛解决。阿呆，辛苦一下，引几只野牛回来。嗷呜！阿呆冲向竹林，不一会，3只野牛追着阿呆来到了，疯狂地撞围墙。我敲，什么体质？我这石墙加过好多次了，怎么能这么强壮？靠！有没有什么比他头硬的东西能砸晕他？忽然，金甲虫悠闲地搬着石头路过，落雨眼睛一亮：兄弟，辛苦你了。我被野牛堵门，急需一块比牛头坚硬的东西砸晕牛，正巧金甲虫路过，所以我决定给他一次立功的机会。想跑？落雨追上去，骑在牛背上，连续使用2次驯服术，都失败。没事，就算最后一次失败了，我还能宰了吃牛肉，抽牛筋当弓箭，反正我不亏。臣服或者死。驯服术，您以37%的几率成功驯服了野牛。落雨走到另一只被金甲虫砸晕的母牛旁，使用了100倍暴击，成功驯服。就在这时，警报响起，2只牛处于濒死阶段，请立即购买药草救治。糟了，刚刚下手太重了。落雨忍痛花了2000白银，买了许多药草，最后勉强的救活了2只牛，虽然都还虚弱的很，但其中一头母牛竟然在滴奶。落雨立刻买了个木桶开始挤奶，不一会就有满满1桶牛奶，竟然还把药草钱赚回来了。然后一边分割另一只死亡的野牛，一边打开了群聊界面。我看有人的屋子都被野牛撞塌了，落雨怎么样了？还活着吗？当然，已经解决了。你们领地都进了几头牛？大家都说是1头。落雨当即明白了，自己领地评分比旁人高出3-5倍，自然事件强度也增强了。果然发展才是硬道理。落雨将牛肉拿去卖，赚的5000白银增强了自己的体质点，牛筋则做成了弓箭，制作了30枚箭矢。随后便打开了虚拟竞技场，想试一试弓箭。雨，其他虫子怕你，我可不怕，你估计连我的毛都摸不到。蜘蛛对自己的敏捷度非常自信，他已经决定了，先闪避一会，等对方体力耗尽再一击毙命，直到落雨掏出了弓箭。竞技场有弓箭的一共不超过10人，怎么他也有？糟糕，我们又要输了。怎么了？刚刚不是还挺嚣张的吗？那个，就是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？结束战斗后，一道系统音响起，同时落雨也注意到了右下角的约战时间。您的射击等级提升至 LV4，邀战时间已到，是否进入对战室和秋叶对战？落雨点了确定后，被一阵虚无传送到了秋叶的对战室。没等落雨说话，对方率先开口：落雨，你准备压一些什么？老压白银没什么意思，要不然我赢了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如何？落雨说完这句话，秋叶本能地捂住胸口，然后立即向落雨发起进攻。你个臭流氓，看招！落雨轻松躲开秋叶的攻击，一招制服了秋叶。落雨轻松躲开秋叶的攻击，一招制服了秋叶，随后开口道：你输了，把你的武技交给我。休想，我是不会答应。你是要武技？不然呢？秋叶知道自己误会了，脸上浮现起不少的红晕，调整了一会才重新和落雨说话。我的武技是在湖里钓鱼给的，不过你千万别妄想尝试，那是我的天赋。你如果过去就会被拖进水里的。哼，言尽于此，我们3日后再战。落雨没有搭理对方，退出了虚拟竞技场，琢磨着不仅是自己拥有特殊天赋，他还来不及细想，刚回到家就注意到了卫生评分直线下降。这动物多了，卫生又差了，接下来得建一个驯兽场了。驯兽场不仅能解决卫生为题，也能提高驯兽的成功率。落雨划分了一个区域后，花了3000建筑材料，500白银。一个牧场出现在他的眼前，接着落雨又靠100倍暴击挤了不少牛奶，又出门驯服了一些银色甲虫，白银也是重新恢复到1万这个顺眼的数字。终于重新富裕起来了，接下来煮点牛奶喝吧。落雨煮了由100倍暴击产出的牛奶，奶香四溢，让他都有些沉醉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再次响起，特殊牛奶香味吸引来了大量石甲龟，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喝到牛奶。落雨先是一愣，确定了只有自己一个人遭到袭击，随后逐渐露出了猖狂的笑容。反正这个阶段的怪物撞不倒黑斑石围墙，那岂不是没有危险，只剩下财富了？我因为煮了特殊牛奶，导致家园被乌龟袭击。虽然围墙可以抵挡住进攻，但我拿他们也没办法。直到其中一只乌龟跳了起来，驯兽成功，当前成功率61%。一整天下来，落雨终于把他们熬累了，接下来便是如法炮制。一共抓了8只石甲龟，其中还有6只是雌性，而且已经怀孕了。至于剩下驯服不了的，落雨也没浪费，含泪将他们的生命体征从平稳降到了不存在。
这乌龟肉真香，你说是吧？第二天，骆雨将剩下的乌龟肉卖掉，换了3万白银。他拿着其中的2万，强化了自身的属性，准备开始解决湖中大黑鱼的问题。就是这个机会。100倍暴击触发，标枪造成的伤害提升100倍。骆雨一枪下去，大黑鱼中标受伤严重，但并没有死去，而是潜入了水底。哎，还是需要买商城的标枪投掷精准手册，没这玩意投不中要害。就在骆雨思考如何买下5万白银的手册时，一道警告音响起：警告！一群土著原住民被您的牛奶吸引，准备袭击您的领地，请您做好准备。骆雨观察后，决定先发制人，标枪投出，土著人连连倒地，但土著人也靠近了围墙。可恶！冲到他的城墙下，让黑蛇进去杀了他。行，老大，我来帮忙。接着，女工剑手黑蛇在壮汉的帮助下越过了围墙，但刚一回头，无数的甲虫朝他扑了过来。谢谢你们，知道我缺人手，给我送人来了。壮汉见到骆雨这肆意的姿态，加上同伴被困，一跃而起，却不想骆雨早有准备。兵，您获得了胜利，您是第1位战胜部落袭击的人，额外奖励5万白银。骆雨领取了奖励后，注意到了一旁挣扎的女工剑手黑蛇。这个女的还不错，要不然卖了吧，一定能有个好价钱。另一边，跑了半个小时的六王子停下了自己的脚步。应该安全了吧？这该死的，居然害了我们这么多人。行啊，跟我回去吧。骆雨把六王子带回营地后，他决定将2个人卖给系统商场，系统会在他们家人支付赎金后把人还回去。但卖掉他们之前，骆雨决定警告一下他们。这身衣服给我。黑蛇很清楚，身为俘虏，他可能会遭遇到的事情，但他现在没有办法拒绝。下次再来我这里，就不是拿你2件衣服这么简单了。骆雨在搜刮了2人身上的最后一丝财物后，把他们卖给了系统商城。很快，赎金就到位了。同时，骆雨也在世界频道喊道：“刚从美女身上拿下来的兽皮衣上架拍卖行啊！”我的营地遭到土著袭击，我被迫将他们全部俘虏，并换成了最好的赏金，终于凑够了买技能的钱。我靠，这玩意原来需要腰部发力。我说怎么扔出去没啥伤害呢？10万白银就这么没了。接下来的3天，骆雨疯狂练习标枪和射击技术，将2个武器从此修炼到了 LV5。如今的骆雨可以算是身怀绝技。很快，骆雨决定再次挑战黑鱼。给我躺下！黑鱼吃了骆雨一镖，愤怒无比，直接朝骆雨撞。黑鱼拼死撞着瞭望塔，但每次撞击后，骆雨会立马发现修复。我修一次花100白银，我倒要看看是你命长还是我钱多。兵，100倍暴击触发，下一次攻击获得100倍暴击。瞭望塔在大黑鱼的拼死进攻下轰然倒塌，但是大黑鱼也没了力气，最后在围攻之下终于躺下去，嘎了。恭喜您击杀大妖兽黑鱼怪，获得白银2万，兽魂核心1，狂风刀法1，白银级武技，随机科技解锁卷轴1，白银级宝箱1，首杀奖励2万白银。终于解决掉这个大麻烦了。骆雨休息着，打开了材料界面，意外发现他攒够了建造大别墅的材料。想到这里，他立马就不累。大别墅建造好后，骆雨处理了下击杀大黑鱼的奖，将白银级武技学习以及把兽魂核心制作成基地自动防卫核心后，只剩下了白银箱。开箱！恭喜您获得个人特性：驯兽师1星，驯兽师1星，1星，驯兽等级+3，领地内驯服动物全属性加10%，动物产出加10%，驯兽成功率加10%。个人特性，这可是稀有属性。但很快，骆雨一拍脑门，糟了，忘记用暴击了。但骆雨不是内耗的人，忘记用就忘记用。虽然很难过，但他不纠结，而是继续来到别墅2楼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只有双人床一个选项？难道这是在暗示什么？很快，骆雨用100倍暴击制作了一个翡翠双人床。此时天空中乌云密布，系统也传来了警告声：您所在的区域发生异常天气，请注意躲避。收到这条消息，骆雨本能性的打开。我已经有食物啦，之前采矿驯服了一只绝地甲虫，现在有它帮忙挖矿呢。咦，羡慕死了。俺老牛现在还只能躲在树底下呢。我和爱丽丝的树屋都建好了，骆雨你呢？建了个凑合的小楼房。骆雨这条消息刚发出去，群里一阵诡异的沉默，最后还是那可问道：骆雨，你想不想养猫呀？方宇梦见有些尴尬，岔开了话题，把问题拐到出货率上。据说下雨后钓鱼出货率正100%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只黑鱼。我已经解决了。不是什么？骆雨和几人又聊了会天，随后便退了出来，准备继续建设营地。连续的大雨让周围都有些潮湿，而且连续上涨的水位让骆雨感到了一丝危机。提示：基地陷入泥泞状态，卫生评分下降，风险评估上升。泥泞状态只要建造地砖即可解决，
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水位，所以落雨想要建防洪围墙，但看到惊人的建造价格，落雨暂时放下了这个想法。这玩意居然要200W 石砖、5W 钢铁和5W 白银，这和抢钱有啥区别？暂时无法解决问题，落雨决定还是先钓鱼吧。结果刚甩下一竿，就感受到了巨大的拉力。上一集我解决了湖中大黑鱼的威胁，趁着钓鱼概率加倍的空档，来到湖边钓鱼，却没想居然钓上来一辆工程车。这玩意还能钓上来的？按照这个世界的设定，许多物资无法下湖直接捞，只能等着钓鱼钓出来。落雨觉得这是个非常神奇的设定。接着他把工程车收好，却注意到了空间里掉出来一块吸铁石，而这东西恰好可以升级鱼竿。吸铁石鱼竿获得资源箱的概率提升100%。鱼竿刚造好，落雨就迫不及待的下手测试，钓了许久也没有丝毫反应。落雨意识到，好像是今日钓鱼次数用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落雨刚起床就发现群聊刷屏了。3天后就要袭击了，我现在还手里还有4万白银，怎么转化成战斗力啊？哎，不慌，我手里一个子都没，我让他们连抢都没东西抢。其实遇到部落袭击，那就坚壁清野，只要能拖到对方食物耗尽，自然也就退去了。落雨一番话倒是提醒了众人，方没有决定4天之内把围墙造出来。纳可儿决定挖陷阱增加对方的侵略成本，每个人都在想办法。接着落雨离开了聊天，回到了自己的营地。提示：一只玄丘兽娘正在被土著士兵追赶，您可以庇护它，但会因此遭受到土著人的袭击。突然跳出来的提示让落雨吓了一跳。不远处，一个娇小的身影朝营地跑来，落雨果断开门，把它放了进来。这兽娘还是和人有点像的，不像普通的小动物，一般都是用舔舐来表达情感的。另一边，土著们看到手的猎物跑了，乌泱泱朝落雨的营地冲去。冲过去，小心，有投石车。其中一个土著注意到了落雨营地里的投石车，赶忙提醒同伴，但为时已晚，已经有几个同胞被砸得失去生机了。为了士气，领头的首领说道：“别怕，我们只要过了围墙就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落雨一枪瞄准了对方的首领，一击毙命，剩下的人四散而逃。同时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：“提升，土著部落正在逃跑。”又到了抓俘虏的环节，谁抓得多，这一周的晚饭加倍。听到这话，营地里的动物们争先恐后出去抓俘虏。土著们看着背后的动物大军，头皮发麻。我们是不是踢上铁板了？就算刚刚突破了围墙也没用啊！不一会，一堆俘虏就被抓回来了。不知道这个俘虏的赏金能不能暴击？说干就干，落雨拿着其中一个士兵，直接卖给了系统。100倍暴击触发，斯卡萨部落首领误将普通士兵认为了自己的儿子，将部落现有白银全部交出，获得白银8万。落雨差点笑出了声，但很快另一道提示音响起：提示：斯卡萨部落首领意识到受骗，对您仇恨度增加。好像有点不妙啊！斯卡萨部落被我榨干了，那他们现在怎么才能值钱呢？落雨打开了聊天框，仔细搜寻着卖家。忽然，落雨看到了一个正被一群人围骂的血族。特殊事件结束了，抓到土著俘虏的朋友请联系我，价格好说。血族又要喝血了，真是魔鬼！大家不要和魔鬼做交易。一群白痴！现在这个阶段哪里有那么多俘虏？没几个人有能让土著袭击的基地评分吧？就在血族以为没希望从交易获取俘虏的时候，落雨的好友申请传来：“这位血族老兄，我这里有5个土著，你看看价格。”我摧毁了土著部落的进攻，并抓了5个俘虏。本想交易换些钱，却没想买家的态度极其嚣张。人类，我给你个机会，2000白银一个土著，5个我都要了。滚滚滚，卖这么点钱交一个蛋，大胆！谁给你的胆子用这种语气和本王说话？血族大怒，但落雨也不惯着他，直接关掉了聊天框。但没多久，血族又忍不住主动联系了落雨。行了，我出3000一个人，1万，女的2万。你难道知道了？我们族需要女子中和体内血气。听到血族的话，落雨摇了摇头。刚刚不知道，但现在知道了，女人3万一个。我们俩谁才是血族啊？迫于需求，血族最后还是答应了和落雨的交易。几个土著凭空消失，落雨也进账了9万白银。结束后，血族放下狠话：可恶的人族，你千万别让本王定位到你的基地，不然……交易成功，您获得9万白银。您将俘虏交易，惹怒斯卡萨部落，该部落对您的仇恨值提升。话没说完，落雨直接关掉聊天。这一笔袭击下来，他整整赚了17万，其中的6万已经被他换成了木材，堆得老高。乌啾，这才是猛男该养的宠物。看你这么可爱，我以后就叫你小空吧。你饿了吗？我给你整点吃的去。落雨拿了些牛奶塞到小空面前，接着就打开了小群聊，几人相互交换了下物资。方雨梦有些好奇地问向落雨：
落雨，刚刚你用5万块石砖换了我同价的5000铁矿，我很好奇，你哪来这么多的石头啊？方雨梦问这话的时候，落雨心虚的看了看甲虫，回道：劳动人民最光荣，我热爱劳动，自然攒了许多。落雨说完这话，聊天群里的人对落雨都生出了一些敬意。落雨，你比我还牛！关掉聊天框后，落雨整理了下营地。没过一会，小空抱了一个箱子过来给落雨。落雨打开一看，是一枚蛋。玄丘兽娘收集的宝箱，恭喜获得眼镜蛇的蛋已受精以及力量加3卷轴。落雨本能性的打开，没想到却是小空搜集的宝箱。落雨将蛋放到卧室后，打算先去洗个澡，却没想到小空跟了进来。乌啾！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落雨昨晚洗完澡，压制了内心的邪念，转而立即休息。但没想到第2天起床，小空也在床上，而且头发变得很长。小空，你这头发我来替你理一理吧。落雨拿出了剪刀，开始修剪起小空的头发。修剪期间，小空逐渐醒来。别怕，只是我帮你剪头发。听到这话，小空的表情才逐渐恢复冷静。一段时间后，头发剪完。获得玄丘兽娘的头发130效果，最高舒适度温度加10，最低舒适温度-10。落雨意识到小空的头发有着很好的保温和保暖性能。想到这里，他看向小空，露出了微笑。小空，夏天马上到了，我们剃个光头好不好呀？月底的袭击即将来临，我先是从商城中换了一张裁缝图纸，随后便马不停蹄地加固营地，只为了获得更高的生存机会。一股未知的力量扫荡整个天道世界，各类土著生灵集结，准备发动袭击。提示：各类生物会立即展开攻击，请诸位小心。很快，系统不断的提示。附近的斯卡萨部落军队开始进攻您的领地，他们似乎采取了聪明的战术，按照原计划前进。落雨在山林里埋设了半时弓箭，只要有人路过就会自动发射。但这一轮下来，土著只少了2个人，还剩下整整38个。不能让工兵靠近城墙，必须先解决这一批人。营地里无数的石头从投石机砸向土著，有些土著着急躲闪，却没想到落入了落雨的陷阱。落水被抓到营地里。不要，那可是我看上的女人。可恶，别管她，只要能打穿这块地盘，我们就能救回她。一轮冲锋下来，土著们只剩下了20多人。就在他们以为胜利在握时，落雨的营地里冒出了无数的弓弩。糟了，是自动箭塔。一番齐射后，土著所剩不多，但剩下的人都举起了珍贵的龟甲。普通箭塔的箭造成不了伤害。就在这时，落雨举起了标枪。不好，小心，这家伙是标枪高手。话音未落，3支利箭贯穿了龟甲。原本40人的庞大军队，眨眼间只剩下了3人。酋长别怕，现在距离足够近，我可以放虫子。话音刚落，飞到一半的黄蜂像是看见克星一样，撒腿狂奔，接着一道标枪反着朝他袭来。哈哈哈！苍天有眼，我这飞镖可是有剧毒的，只要能划破皮，你就必死无疑。哦，谢谢提醒哈，可是我没有擦破皮，你打到我裤子了，我的裤子是白金级别的裤子，穿不破哈。你刚来1个月有白金级裤子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落雨躲在掩体后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没打算让你们活啊！”被落雨这么一气，酋长直接撒手人寰。此时系统音响起：“恭喜您击退了土著部落的袭击，获得奖励8000白银、800铁矿、木材、肉类、素食以及青铜宝箱1，额外击杀酋长奖励青铜级装备箱1。斯卡萨新部落酋长即将选出，您与该部落的仇恨值上升。”一阵阵提示音响起，预示着该次袭击的结束。还等着你选新酋长，我现在就给你部落的人抓光。话音刚落，落雨打开营地大门，无数的动物出门，抓了一堆俘虏回来。为了防止俘虏逃跑，落雨特地建造了一个监狱，之后便点开了聊天网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我们都还好，就是老牛好久没说话了，大概是。说到这里，众人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还是落雨打破了沉默。哎，逝者安息，逝者安息。忽然，一道憨憨傻傻的声音加入了其中。逝者安息。我度过了天道世界月底的袭击。打开聊天时，我本以为自己的同伴已经丧生，却没想到对方只是贪吃错过了聊天时间。香啊，老牛我1个月没吃肉了。落雨，给你也整点啊。早点说话会死啊，吓死我们了。嘿嘿，吃肉伤了头。老牛没事，众人也放下了心。接着方雨梦开口询问落雨：“对了，落雨，你也是部落袭击吧？我抓了2个俘虏，应该如何处理啊？5把自动弩竟然没把他们全射死，这2货运气不错啊！我建议直接卖掉，女的倒是可以留着招进来。”
哦，那正好，我这儿有个姐妹，以前是管人事的呢。方雨梦和洛雨商量完俘虏的问题，得到满意的答案后，又把一张图发在了聊天栏中。对了，我宝箱开出2张战争迷雾扩散箱设计图，你们看。这话一出，众人沉默了下来。设计图需要大量材料建造，对于现在的人而言，与废纸没什么区别。但很快，洛雨出声：“我帮你解决一张，我用3个女仆换。”洛雨，你真是好人。交易完成，战争迷雾扩散箱设计图，铁矿1万，白银10000，黄金500，翡翠橙500。面对敌对单位、中立单位的探查，基地将笼罩在迷雾内。扩散箱等级越高，迷雾效果越好。洛雨和方雨梦交易完，方雨梦有些后知后觉。洛雨，我好像又占你便宜了。好像是被你占便宜了。不行，以后这便宜我要占回来才行。哎呀，你讨厌！怎么乱开玩笑？我说的是资源占便宜，你想哪去了？几人调侃完，都各忙各的了。接着，洛雨点开了佣兵广场后，便趁机开启了宝箱。这一次，洛雨没有忘记使用百倍暴击。百倍暴击触发，获得大王章鱼的卵。百倍暴击触发，获得随身储物手镯。我操！储物手镯，1000立方米，天宫刀、标枪、弓箭，妙，太妙了！测试到一半，一阵系统音响起。第一波袭击生还率59.772%，第二波袭击开始。该主动出击了。第二波袭击已经开始了许久，但洛雨却没有收到任何雇佣消息。洛雨觉得应该是人族的身份导致别人有所顾忌，种族歧视。想到这里，洛雨干脆拿出战利品中的食物吃了起来。这斯卡萨部落公主的手艺绝了，烹饪肯定 LV10以上。爱心便当生效，获得魅惑无效 buff。可惜这料理不能让人刀枪不入，不然我直接横着走。您被矮人族雇佣，传送倒计时5、4、3。15000还真有人雇，还以为今天没事了都。一阵白光闪过，洛雨被传送到了一个营地，浓郁的血腥味飘散在半空。角落躺着一个濒死的矮人。救我！钱全给你。先说明白，为什么引来这么多敌人？我们为炫耀，把自己算进评分了。导致怪物过多，还吸引来了。该领地已转为中立状态，可自由搜刮。感谢老铁送的快递。听到系统提示，洛雨开始搜索起营地，最后在一处的箱子内找到了那件所谓的黄金软甲。佣兵，交出软甲，饶你不死。战斗状态下，你是无法返回自己基地的。想要，自己来拿。夜蝶飞在空中，一边和洛雨说话，一边趁着悄悄泛出一些粉色烟尘。提示：你遭受到魅惑攻击，当前处于免疫状态。给我中！头好晕！哈哈哈，终于撑不住了吧？夜蝶见洛雨摇摇晃晃，从天空中俯冲而下，想要一举拿下洛雨。惊不惊喜？你真当你魅惑住我了？你要是不下来，我还拿你没办法。夜蝶没想到居然有人对他的魅惑，一时大意，被洛雨擒住，现在委屈得很。你弄疼我了。不过洛雨可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，直接捆住夜蝶。亚洲特色捆法。专治花里胡哨。欢迎来到我的领地。这是哪里？熟悉的空气让洛雨心情愉悦。3个矮人雇主虽死，但抓到夜蝶替他们报仇也算完成任务，所以系统提示15000白银已到账。驯服你或者死，选吧。夜蝶一族永不屈服，杀了我。虽然嘴上强硬，夜蝶心里却忐忑不安。系统显示他的状态竟是野生动物，和那些无智慧的动物同列。驯服。驯兽失败，成功率仅1%。果然棘手，没用的。我们天生抗拒精神控制。既然算动物，那就用动物的方式驯服也不错啊。大公牛，过来。很快，远处传来震耳的牛蹄声。夜蝶脸色煞白，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的意图。住手！你不能这样。求我。主人，我认输。驯服成功。为什么能驯服我族？从今以后，你就叫小蝶。是，主人。纵有万般不愿，被驯服的生物无法违抗主人。这个曾经的魅惑高手，如今跪在了洛雨脚边。可以给我衣服吗？除了这件只有死人的衣服，你也不想穿死人的衣服吧？谢谢主人。当天，洛雨带着2位宠物少女开始整理战利品，武器高价售出，资源低价抄底，战争迷雾所需的材料很快集齐。洛雨站在锻造炉前，手中3张锻造卷轴化作流光融入体内。锻造技能 L0 升级 LV5。黑铁级装备，看来得专门建个锻造室了。洛雨取出基地核心，柔和的光芒洒落领地，土地如活物般向外延伸。领地面积加10%，土地肥沃度加10%，水产资源加10%。湖没变大，正好全是实打实的陆地增益。小蝶，那群山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洛雨看向远处的紫色山林，顺嘴询问。不知道。说不说？
都是山，别的我真不知道。落雨登上别墅屋顶，将战争迷雾扩散箱安置在阁楼内，淡淡的雾气从窗口弥漫而出，随即在领地内消散无形。战争迷雾已覆盖基地，当前辨识率30%。30%只能看到轮廓，以后升级到0%，敌人连门都摸不着。浴室中，落雨泡在木桶里，炮制白银强化自身。力量52、60，消耗16000白银；体质39、60，敏捷38、60，共消耗23000白银。力量、体质、敏捷60，三属性均衡。卫生值30，濒临生病临界娱乐值20，小蝶加10，可爱及正义。卫生值太低，明天得处理俘虏的脏衣服。等等，小蝶算娱乐设施。夜幕降临，系统公告突然弹出。月底袭击结束，存活率47.168%。明日进入夏季，请做好防暑储粮准备。听到提醒，落雨打开了群聊。食物储存是大问题。先干掉狐狸怪鱼，既能吃又能钓鱼。俺老牛吃草就行。秋季种田，冬季囤粮，雨季注意卫生。没事，我这有俘虏呢。方雨梦这话吓了落雨一跳，但很快他反应过来，对方说的不是粮食。下次说话不要说一半，你想说的是有俘虏帮忙采集吧？落雨退出聊天框后，很快就睡去了。第二天，落雨起后本能地查看系统信息，2名男性俘虏已售出，获得3万白银。不错，最强壮的卖了，剩下4个去挖矿吧。正想着，落雨忽然注意到了身上的粉色粉尘。我才不是主动要睡你床上，是驯服后本能。哦，那昨晚谁偷偷往我这边蹭的？是蝶粉粘的。离开卧室后，3人起床吃早餐。早餐桌上，小蝶对着牛奶鸡蛋皱眉，小红则吃得欢快。我去草原上转转。喵。是去找花蜜了吧？夜蝶果然娇贵。早餐过后，落雨发现基地卫生值暴跌，他盯着堆积如山的死者衣物发愁。烧了浪费，穿又不敢穿，得搞个织物回收台。收织物回收设计图，待假私聊。交易框弹出，对方 ID 赫然是虫族4444。垃圾人族4万白银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行啊，交易吧。落雨暗中发动百倍暴击，而虫族还不自知。交易成功，支付400白银获得设计图。我操，老子的4万怎么变400了？落雨交易完立即拉黑了对方，在拉黑之前还发了一条消息，建议你戳瞎多余的复眼，下次才能看清数字。人族的骗子不得好死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别墅地下1层，崭新的织物回收工作台嗡嗡运转。一件兽皮换10鹿皮加10棉布，血赚。卫生值加5。主人，你把那些晦气衣服全分解了。明天你用这些材料缝纫，我画个设计图给你。落雨蘸着牛奶在桌上画出一款特殊衣物。啊，这种羞人的东西怎么可能卖出去？我问过了，全天道世界的女性都缺这个。先做10件试水。晚上吃完饭洗完澡，落雨打开了竞技场。虫族房间名为人族的垃圾来受死高悬榜首。老子氪金强化了，雨，你今天必死无疑。3.8秒，比上次多成2秒，有进步。获得白银2900。宇哥的虫族属性养成体验官。卧室里，落雨突
堆白银内衣，但依旧供不应求。大爸啊，没抢到啊，奸商，但求求再上架一件吧。落雨来到矿洞，打算看看俘虏们有没有好好工作，结果矿洞空无一人。天顶星人匿名购入全部俘虏，获得5万白银。落雨将特殊牛奶放置在瞭望塔上，浓郁奶香弥漫整个基地。斯卡萨部落精锐小队被香味吸引，正在靠近。上钩了！正面防御太强，分南北夹击，而且玄丘兽娘就在里面，抓住他，酋长重重有赏。可迷雾里什么都看不见。怕什么？这个领地我们之前刚袭击过，稳得很。他本来想委婉劝阻队长撤退，却没想到队长是个愣头青。我们恐怕都要嘎在这里了。北面小队听从队长的建议，决定点燃棉花苗，烧毁其中的陷阱。但就在点燃棉花苗时，忽然窜出了几只畜生。5名精锐瞬间溺水昏迷，俘虏加我。正面战场上，落雨率领着一堆小动物冲锋，而小蝶则是飞在天上打落置换蝶子。睡吧，睡吧。好多小蝴蝶。几乎是一瞬时间，土著部落的人基本上损失殆尽，残余的士兵也只能瑟瑟发抖。还剩2个，小空看你的了。呼啾！救命啊！10名俘虏被关进监狱，开始挖矿生涯。落雨在检查属性时发现，中年队长拥有矿工特性，女弓箭手拥有稳定品质特性，但2人一个满脸麻子，一个天生反骨。没办法，谁叫你们属性好呢？落雨打开了群聊界面，他打算用刚抓的俘虏和群里的小伙伴们交换下物资。得到特性转移卷轴，谁需要？正好需要，你想要什么交换？送你了，愿女神保佑你。爱丽丝是精灵族，不会允许自己使用奴隶，所以落雨决定拿铁胎弓来交换卷轴。你是我心中善良的女神，不许把我当成女神。这边刚交易完，方雨梦就上线了。想买女性俘虏，大家有建议吗？现有5男5女，4个女性可优惠出售。落雨刚说完，方雨梦就直接申请交易，最终市价至少1.3万价格的俘虏，落雨以1万一个人的友情价成交。落雨对俘虏使用卷轴，成功将俘虏身上的矿工特性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采矿效率提升25%，稀有矿物产出率加10%。矿工特性加持下，落雨的稿子落下时金光40，获得黄金50。主人一稿子就挖出了黄金。离开矿洞后，落雨在世界频道上发布定制白银内衣换取特性卷轴的消息。你真的能稳定制作白银级？信誉保证，截图为证。等等，你是男是女？我是女性。证明给我看。对方刚说完，落雨就抓过小空的手咔嚓截图。那个，我是 F。对方的话吓到了落雨，这个尺寸的人，即使在天道世界，也是属于为数不多的那一类。他沉吟一下，回复：需要参照物。片刻沉默后，一张小西瓜照片弹出，落雨被惊人的尺寸震惊到了。好家伙，这西瓜真是分量十足，吓死个人啊！这尺寸要浪费我好多布料，加钱，必须加钱。片刻之后，落雨将之前俘虏的衣物回收成原料，并开始在拷贝台上操作。接着，百倍暴击启动，紫色光芒照亮工作室。获得黄金级女士内衣，特殊属性温度调节60%。落雨挥舞矿镐，使用百倍暴击疯狂挖掘，俘虏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矿石如雨落下。获得黄金8，矿工特性加成。看到没？以后干活要像我这样干。领主大人，您这效率我们实在学不。话音未落，金色蝎尾突然贯穿俘虏胸膛，岩壁裂开巨大缝隙。您挖矿触怒了黄金蝎王科斯加，虫群袭击即将开始。所有人撤退。落雨刚说完，岩壁如潮水般涌出黄金蝎群，巨大的蝎王矗立其中，看着对方黄金色的外壳，落雨眼馋了。这蝎王的外壳难不成是金子做的？提示：黄金蝎王科加斯为黄金级，纯金外壳，力量庞大，蝎尾剧毒。这不坑爹吗？这是，我才只是青铜级啊！小蝶救我！没事吧，主人？没大事，赶紧回基地，我们和他玩塔防游戏。小蝶带着落雨立即回到基地，因为有护城河挡住了蝎群，投石机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攻击。主人，他们不敢下水。把所有远程武器对准蝎王。落雨基地内武器一通乱砸，眨眼之间只剩下了黄金蝎王还存活。见到这种情况，落雨看向了小蝶。小蝶，交给你了。主人，我刚刚救你，你转眼就要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当诱饵。快去，晚上奖励你抱着我胳膊睡觉。
胳膊或者腿都行了，主要是你可以买些花的种子吗？我喜欢牡丹花。没问题，给你开个后花园。哦呜，小空，你也想去？我带你。就这样，小空被小蝶抱在怀中升空，小空弹弓连发命中蝎王复眼，气得蝎王追着小空暴走。黄金蝎王处于暴走状态，防御力下降。就在这时，藏在湖底的黑魔章鱼触手缠住蝎王3只，但却没拉动。见此情形，落雨打开大门。阿牛，上，该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。阿牛一下给蝎王撞到水里，他本身就怕水，在水中自然不是黑魔章鱼的对手。很快一阵系统音响起，黄金蝎王坠湖，溺水而亡。片刻后，黑魔章鱼把黄金蝎王的尸体丢了上来。可惜了，如果是活的就更好了。落雨先是可惜了一番，随后便毫不犹豫地整理战利品。您击杀黄金蝎王，获得黄金级随机宝箱1、黄金级装备宝箱1、黄金蝎王的虫卵1。注：蝎王的宝箱无法长时间储存，24小时内不使用将会自动分解。开启黄金级随机宝箱。今日暴击已经使用过了，落雨忍痛开启了宝箱。您开启黄金级装备宝箱，获得道具岳阳双刀，黄金级，可进阶。岳阳双刀挥舞起来好像有些吃力啊，看来接下来得加一些力量了。获得剧毒武器胚材白银级。落雨手中凭空出现蝎王尾针，眼中带着笑意。这毒针很是珍贵，得找个好枪杆配着。落雨将双刀以及毒针放下，转手打开了系统商城。蝎子肉爆仓了，上架商城后，1万单位瞬间售罄，世界频道一片沸腾。这肉质比小牛肉还嫩。卖家还有货吗？加价收。离开系统商城后，落雨点开了建造页面，开始建造豪华花园。荧光花真的是给我的吗？您应该花了不少钱吧？是花了不少，那你怎么报答我呢？听到这话，小蝶红着脸悄悄靠近，亲吻了一下落雨。以后只是这样的话，你随时可以找我。哦，哪样？哎呀，讨厌，不理你了。小蝶离开后，系统的消息提示响起。那个 F 杯的。哦，瞧我这记性，现已发货，注意查收。谢谢。咦，紫色的，看起来好漂亮。等一下，竟然是黄金的内衣！天哪！李可欣发了一串感叹号。落雨看着交易款微微一笑，运气好做了黄金的出来，一张特性卷轴怕是不够了。好的，我再加你3万白银好吗？这是我全部加到了。落雨暗自感叹，没想到对方这么说。好，合作愉快，交易吧。合作愉快。交易达成，获得白银3万，个人特性转移卷轴乘1。结束交易后，落雨立即来到女俘虏面前。稳定品质就是你了。一道光芒闪过，特性转移完成。获得特性稳定品质，建造制作质量提升20%。落雨取出黄金级随机宝箱，深吸一口气。今天的暴击还没用开。100倍暴击触发，获得雷电收集箱与引雷针设计图1。我靠，雷电收集箱，这以后可以解锁雷击塔，还有电网陷阱、轰天雷这类都可以陆续解锁了。他急忙查看制作材料，表情顿时凝固。铜矿2万，黄金2万，白银10万，这也太贵了，慢慢攒钱吧。目前看还得再造一个自动攻击箭塔，木材依旧是棘手的问题。落雨决定种树，香叶树就这个了。落雨在拍卖行一口气买下500棵香叶树苗，花费白银10000。湖边，落雨和小空正在热火朝天地种树。种树既可以防止水土流失，又能解决冬天保暖问题。突然，小空兴奋地叫起来，从土里
眼前一片金黄，全部成熟了。水稻、玉米、土豆、血赚。乌啾，乌啾。现在商场里速食价格回升，必须赶紧收割。小空、小蝶干活。接着，三人忙到晚上9点才勉强把活干完。收获总量35000单位速食，种植等级落雨 LV6，小蝶 LV8，小空 LV5，加10%收获 buff。落雨打开商城，发现速食均价10白银，趁着价格稳定，他整整上架了32000的速食。有人上架了3万多速食，快抢！什么鬼？这么多，再不抢就没了。几乎是一瞬间，速食就卖完了，32万白银入账。落雨笑得合不拢嘴，又看见木材上涨到1.5白银了，就抄底了3万木材，进账32万白银。这些木材才花4.5万白银，9牛1毛了。我得趁建造成本节约5%的 buff， 抓紧建造箭塔。乌啾，主人，你不会对我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？不会的，你放心，你哪里有小空可爱？半夜，落雨睡不着，走到窗边发现了2个黑影。小偷！丰收祝福引来了附近部落的小偷。2个黑影翻越围墙，落雨在一旁偷偷注视着。小偷已被制服。隐匿术，好东西。落雨手中一紧，秘籍化作流光汇入他的身体。习得隐匿术白银级。天道无情人有情，男的卖掉，女的优先给群友。第二天清晨的阳光洒在餐桌上，落雨一边享用早餐，一边打开群聊。昨晚遇到小偷事件，抓了个女俘虏，谁要买？不要了，纯浪费粮食，暂时不需要。我那个还没驯服乌喵呢。想要，但没钱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交易界面展开，女俘虏的图像清晰可见。长得不错呀，落雨，你不要女俘虏吗？没兴趣。兴趣？你指哪个方面？当然是做苦力了。你以为我在说什么？交易成功，获得白银15000。交易完成后，落雨继续开玩笑。哦，我以为你在说男人的共同兴趣呢。打游戏吗？我还是个孩子，我不懂。群聊里传出一阵笑声，接着众人话题转向即将到来的冬季食物危机。夏季来了，冬天还会远吗？湖里的大黑鱼得想办法解决。造箭塔射死它，会不会很蠢？看天道世界说明第822条。众人查阅后发现了组队机制。咱们先解锁访客科技，然后组队杀黑鱼。我同意，顺便面个鸡。面鸡是什么？结束群聊后，落雨带着小空和小蝶开始忙碌。最近的收获挺多啊。落雨决定加强防御，不一会，2座新箭塔建成，4座箭塔形成交叉火力，基地防御力大增。看着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落雨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这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能掰下他几颗门牙。接着，落雨取出珍藏的蛇弹，准备使用暴击能力。接着，落雨手中的蛇弹在100倍暴击的作用下开始剧烈震动，弹头迅速破裂。100倍暴击触发，蛇弹生长效率提升100倍。红鳞巨蟒青铜级，成年孵化成功力量50体质，75敏捷，21特殊能力，周期性脱落鳞片。虽然只是青铜级，但是蛇鳞能够提升衣服的品质上限，这倒是意外之喜了。他将巨蟒放入小壶，与章鱼作伴，随后开始加点强化自身属性，一通操作+++13W 白银砸进去，将3项基础属性全部提升至90点。这感觉太棒了。次日，矿车在运输途中不堪重负，彻底散架，是该好好修条路了。经过仔细筛选，他选择了防火防腐蚀的铺装地砖，铺设了一条3米宽的石砖路，从基地直通矿洞。这下动物们干活也更方便了。站在围墙上欣赏新路的落雨突然意识到问题，这么好的路，敌人走起来不是更方便了？仔细想了想，落雨解锁了自动陷阱科技，这门科技的陷阱可以只针对敌人生效。金色的我买不起，铜的太弱了，银质的虽然贵，但能避免破伤风，更适合抓俘虏。自动科技都很贵，1500米的道路建造了10枚机关，存款骤减，落雨不禁苦笑。又只剩2W 了，又得想办法赚钱了。回到别墅地下室，落雨为小蝶布置新任务。小蝶，这些棉花交给你了，做女士的那个。主人，你也要穿吗？是拿来卖的。小蝶觉得纺织的时候火把太晃眼了，问落雨能不能把荧光花瓣进来。这倒是提醒了落雨，领地现在照明全靠火把，搞得别墅内也跟鬼屋一样。他研究片刻，就花5W 白银解锁了发光植物科技。这个曼罗之光花不错啊，发白光，亮度60%也合适。对了，让我来试试暴击催生。就在落雨准备暴击催生时，系统突然提示，有15只猫咪群即将进入领地，正在尝试暴击。等等，我要暴击的是花种。暴击成功，事件产生变异。落雨冲到城墙，看见一位金发瘦耳的高挑女子。
这属性完全碾压小空和小蝶。此时群内正热议猫咪事件，驯服了2只狸花猫，超可爱。我这边只有1只，没我可爱喵。猫咪能驱赶蛇鼠是福利，为什么我们要？评分太低，福利概率小。落雨，你那应该来了不少吧？就一只母老虎，而且小小的，很可爱。落雨关闭聊天，因为金格萨贝鲁已走到石门前，这种生物不会主动攻击人，所以落雨很放心。在下是本处领主，欢迎大人光临。领地上可姑且一观。看着虎娘步入基地，战争迷雾散去，眼前景象让他眼前一亮。哇，好漂亮的地砖和花坛。喜欢可以多住几天。本大人只是客套。进入别墅后，虎娘难掩失望。也就地砖能看，其他地方怎么这么破烂？你人类去给本大人拿些贡品来。落雨来到地窖，取出特殊牛奶。归原液，属性归10，持续2小时，钻石级。呵呵，让你变病猫。落雨展现的友善让虎娘没有怀疑，牛奶一饮而尽，但她很快察觉到自己出现了异常。我的力量，你敢下药？现在谁才是大人？虎娘尝试变身失败，被落雨踩住脸颊。baby， 有本事放开我！阿呆，过来招呼客人。落雨发动驯兽术，惊讶发现成功率极高，驯兽失败，成功率48%。小虎娘品级被封印，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虎娘被大字形绑在木桌上，落雨准备最后的驯服手段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投降还是吃苦头？这毒药一定是有时效的，等我恢复，让你生不如死。落雨冷笑，直接扯掉他的兽皮外衣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不会屈服。那就试试你的脚底板抗不抗挠。落雨开始挠虎娘的脚心，小蝶和小空也加入攻势。哈哈哈，停下！哈哈哈。主人，他妖眼更敏感。喵！虎娘笑得翻白眼。系统终于提示，金格萨贝鲁进入崩溃状态，驯服成功率99%。驯服成功。落雨查看虎娘的面板，震惊不已。这根本不是现阶段该出现的怪物，这是不是让我捡了个大便宜啊？落雨解开束缚，温柔擦去虎娘的眼泪。没事了，要吃药草吗？混蛋，我恨你！半日后，虎娘醒来，发现自己换了衣服。他帮我换了内衣。我如果说是呢？好了，是小蝶给你换的。接着，落雨交代了小蝶照顾虎娘后，独自一人来到矿场切石头，而虎娘则是偷偷找到正在切石头的落雨，嘴硬不服。就算驯服我，我也不会听话。我们虎人绝不为奴。叫主人。主人。好，以后切石头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落雨递上天宫刀，虎娘不情不愿地开始切石头。切就切吗？这，5秒1块。这效率太恐怖了！落雨意外发现虎娘的切割能力非常的强，作为善良的雇主，落雨决定让虎娘留在矿洞发光发热，实现人生价值。以后你就叫做小金，要乖乖听话哟，不然就再把你绑起来挠痒痒。别，求你不要那么对我，我会听话的，主人。看来小金现在身心都彻底被驯服了。落雨心情大好，自己则回到别墅研究曼罗花。落雨对花坛中的曼罗花种子使用暴击。百倍暴击触发，曼罗花生长效率发生变异，你获得闪耀的阿曼罗花，当前果实生长进度1%。落雨惊叹于花的美丽与功效，决定将其放置在卧室，并开始在全别墅布置曼罗花照明系统。再费2.4万白银和一些食材后，落雨在每个房间都布置了曼罗花。不出3天，整栋别墅就能亮堂堂的了。基地白银仅剩2万，不过土地面积扩大了10%，而且肥沃度提升20%。落雨决定种植葡萄。葡萄藤蔓可以合理利用空间，还能防雨。收葡萄种子有着代价私聊，1000枚有3枚，500。现阶段葡萄没市场。经过讨价还价，最终以1500白银成交了3枚。对方看落雨如此爽快，便开始继续推销。我这还有红菇布种子，土地肥沃度需150%以上，种植条件太苛刻，1000太贵。30枚种子换石砖如何？落雨用15000单位石砖换得30枚红菇布种子，心中暗喜。落雨关掉聊天。小蝶就带着钓鱼获得的烹饪台制作设计图交给落雨，终于能改善伙食了。主人，我的奖励呢？再接再厉，多找几张设计图。很快，落雨建造好了烹饪台，开始研究料理配方。简易料理有毒几率20%，精致料理有毒几率10%，豪华料理有毒几率0%。区20%的中毒率，我堂堂天才料理家，难道还能做出有毒的料理吗？落雨 LV1烹饪等级，耗时1小时做出简易料理。接着，落雨把料理端了上来。阿呆，尝尝我亲手做的料理。不愧是我最初的宠物，主打一个信任。
您的宠物阿呆食物中毒，3天内移动速度减50%。落雨怕腹痛的阿呆忍不住，赶紧把它扔出窗外，继续硬着头皮烹饪。这就中招了，20%概率有这么高？落雨一个下午都泡在厨房里做饭，晚上落雨端上了4盘乌漆嘛黑的玩意，小金、小蝶等人拒绝食用可疑料理。主人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主要是上一个相信你的阿呆，他现在还在厕所。相信我，吃吧，放心的，没事的。我就是相信你，所以才会被你绑起来欺负的。对主人说话什么语气？见小金不信任自己，落雨把希望寄托在另一边的小金。可以让牛大试毒。你是魔鬼吗？最终大家决定，银甲瓢虫是毒，确认了3份是安全的，小蝶那份果然有危险。主人，还好我没信你。晚饭后，落雨开始泡澡，接着他就开始分析食物中毒原因。不可能是我的问题，现阶段派专人清洁厨房不太可能，所以现在必须解锁水循环系统。淡水循环科技需水利循环设计图，拍卖行标价20W。卖主已死亡，无法议价。这不是坑爹呢吗？暂时没钱购买，落雨只能退出系统，打开了群聊。想不到一只猫咪竟然卖了3万白银。那当然了，这种陪伴类宠物加一点娱乐值呢，但凡能加娱乐值的都是很贵的。是啊，如果领地娱乐值低，会导致失恋者精神状态、身体状态都出现萎靡，随机扣除属性值。对了，落雨，你的母老虎搞定了。挺乖的，就是脾气不好。真厉害，换我肯定解决不了。哎，等下，什么叫挺乖，但是脾气不好？哎，一言难尽啊。甲虫啊，别怪主人，你们毒抗高，吃一点死不了。甲虫的英勇牺牲让落雨再次确定了是自己的问题。落雨决定一定要把斯卡萨部落公主抓到，毕竟土著部落的条件肯定比自己差多了，但对方却能做出如此美味的料理。下次袭击必须拿下他。下午，落雨打开群聊，看见群友们在讨论预售的话题。我的小猫咪是黑铁级的哦，繁殖能力强化了，以后送你们小奶吗？你是真的欧皇？我的是黄金级。那你还不赶紧去申请预售师，可以增加驯服成功率和生物亲近度的。预售师的身份可以像佣兵一样帮别人预售赚钱。方雨梦这么一提醒，落雨立马就去申请。很快，认证徽章就颁发了。还好有你提醒。小事情都是哥们。接着，两人闲聊了几句就散了。落雨想赶紧赚钱，直接开房当擂主。很快，一只双头蛇直接加入房间。对于其他种族而言，人族就是送钱的。姐，运气真好。人类，你主动认输吧，反正你也打不过我。也可以，不过我要左边这个脑袋吞，他长得更帅。什么？你说他比我帅？别人都说右边帅，比小鸡眼睛瞎了。放屁！左边比右边的帅，那是诸天万族都公认的。你说什么？找打是吧？两个脑袋竟然吵起架来，殊不知倒计时已经结束。落雨一刀就把双头蛇砍成了2半。看来脑袋一个就够了，2个显得挺蠢的。胜利奖励2000白银。蛇人被踢出房间后，很快一个精灵族又加入了进来，颠覆了落雨对精灵族的刻板印象。是人族啊，我允许你跪下来吻我的手，饶你1半费用。人妖闭嘴，听你说话就烦。很好，卑微的人族，你成功激起了我对你的不满。咦，这实力也不行吗？真菜。你怎么这么强？落雨笑而不语，一招解决了对方。接下来在黑铁竞技场大杀四方，连斩精灵兄弟、血狼族、天狗族等对手，轻松赚取1W白银。就这，连我的预售师身份都不用亮出来。今日胜利次数已达上限。离开竞技场后，落雨打开系统商城，打算购买一把弓箭，但系统商城内最好的弓箭也只有铁胎弓，以他目前的水准，普通弓箭已经用得有些不顺手了。不知道暴击能不能用在购买弓箭上？落雨按下购买，心中默念暴击。购买铁胎弓，触发100倍暴击，获得养油弓黄金级，有效射程300米，堪比狙击枪。不错，以后可以玩暗杀了。黄金级弓箭配合上弓箭精通技能，大大提升了落雨远程杀伤力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警报响起，110只野狼加1头黑铁级狼王来袭，13只狼，救命！围墙能挡住吧？大家对于狼群来袭还是稍显慌乱，但落雨却有些平静。才110只，不够看啊！没等落雨反应过来，小金已经跳上了围墙，跃跃欲试。副效发动，狼群进入惊恐状态。威压技能发动，狼群全属性减少-10%。小金一嗓子下来，狼群便畏缩不前，隐隐有退去之势。哼，主人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解除变身？小傻精，你才是在干什么？你吼一嗓子，狼都吓跑了，我上哪赚皮草去？哦，知道了，别凶我妈。失去了威压的震慑，
战争迷雾中，狼群再度扑来，但很快就踩中了陷阱。没一会，狼群损失殆尽，小空拖着狼王就回到了营地，而落雨却是全程喝茶观战。小蝶、小空、小金，你们善后一下，我去救治一下这只狼王。对待战败者这么宽容，这男人能处。狼王感激您的治疗，希望主动加入您的领地，是否接受？哦，白嫖一只黑铁级，还附赠属性加成。落雨点击接受，狼王瞬间乖巧许多，获得铁狼狼王黑铁级。以后你就叫阿铁，安心养伤。主人打死了36只野狼，存活74只。小金姐姐正在治疗。小金正用布匹棉花快速包扎，医疗等级 LV11的她能徒手治疗，无需药草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自然是全驯服卖钱。小金，你干得很不错，辛苦了。哼，被主人认可的感觉让小金心里美滋滋的。小金来个猛虎咆哮，让他们腿软。啊呜啊呜，可爱，再来几声。讨厌。本想戏弄主人的小金反被调戏，脸红着使出真正的虎啸。3小时后，74只野狼全部驯服完成，落雨的驯兽等级提升至 LV8。落雨处理完受伤的狼，立马打开群聊。我这里有狼，谁要的直接交易。落雨，我要1公1母的好不好？6000白银。朋友加4000，给你一只帅公狼和漂亮母狼。谢谢你啦，我和妹妹都感激你。不客气，以后见面了让我捏捏耳朵好不好？我就只能捏耳朵，不可以捏尾巴。尾巴是有什么说法吗？交易成功，4000白银到账。落雨又分别以同样价格卖给爱丽丝、艾琳娜2只优质野狼，方雨梦也忍不住入手2只。她的基地快成动物园了。我没钱，送你一只公狼，养养就好。不能白拿，这几枚西兰花种子给你。65只野狼上架拍卖行，3001只瞬间售罄，20W 白银入账。落雨乐得抱起小公猛亲2口。20W 刚好买水力循环设计图，天呀！解锁科技后，落雨被琳琅满目的选项晃花了眼。蓄水塔、水泵、水管，材料倒是能用石砖解决，但设计却很复杂。遇见困难睡大觉，晚安玛卡巴卡。清晨，落雨晨练结束后，他打算使用水循环设计图。第一步，水源直接从小湖抽水。小湖纯净度极高，落雨很轻易地挖了一个地下蓄水池，随后铺满了防止挖掘的高级地砖，还加了石质盖板，隐蔽又美观。OK， 水塔加蓄水池完工。主人快看，花开了！别墅内的曼罗花突然同时绽放，整个基地瞬间明亮起来。百花盛开效果触发，植物生长进度加100%，自然死亡率负100%。太好了，这下种植效率能翻倍了。地下室被曼罗花照亮，小蝶正缝制女士内衣。落雨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小金还穿着破衣服呢。100倍暴击触发，获得白银级狼皮夹克。乌啾！领主手镯，黄金级极品。落雨将手镯镶嵌核心后，领地资源暴涨至129%。落雨狂喜之下抱住小空猛亲一口，忽然落雨趁机剪掉了小空的头。短发更适合你。乌啾！获得玄丘兽娘头发200。干嘛？咦，新衣服。穿上新衣的金虎娘嘴角上扬，却还故作高。但当剪刀碰到金色长发时，小金顿感不妙。不是，主人，我也要剪啊。获得金格萨贝鲁头发200。小金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动物不都是会产奶吗？你不会吗？谁会啊？落雨现在基地的评分是7600点，袭击的力度将会非常大。警告：斯卡萨部落为了报复您，对您的领地发动了偷袭。还没到月底呢，这是针对性偷袭啊！落雨没有犹豫，把外面的动物全部叫了回来。很快，不远处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哨兵。斯卡萨部落本次参与袭击人数51人，他们似乎采取了更聪明的战术。让我出去吧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我能给他们全部干趴下。看把你能的，别吹了，他们围攻你怎么办？哦，有道理。啧，唬住了，就你这300多的全属性，要是出去了我还能抓到一个俘虏，不抓俘虏哪来的钱养你们？这时候，出去探查消息的小蝶回来了。主人，他们在挖地。土木作业吗？那就不急了，我们先吃饭。落雨提前埋了防御性地砖，土著们想要挖穿至少需要好几个小时。地砖耐久度99%，地砖耐久度95%。挖得真慢，我来帮下你们。恢复地砖耐久度成功，地砖耐久度100%。不是，我们挖了这么久，怎么挖不穿啊？别气馁，很快就要挖穿了，到时候进去，整个营地都是我们的。万一挖不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土著们用力挖着地砖，落雨看时机差不多，命令小金
到你出场了，去搬一些石头，把那边的洞给堵上。小金立刻照做，跳下瞭望塔后，抱着2块大石头跑到了地洞的位置，当场把入口给堵住了。不一会，地砖下面的土著就发疯了一样的狂敲地砖。没用的，破坏速度赶不上我的修理速度的。嘿嘿嘿，主人你好坏啊！几分钟后，小金搬开巨石，50几个土著全都缺氧晕厥了。落雨趁机将他们身上的财物搜刮一空，又把俘虏上架在世界频道，卖了98万白银。恭喜您击败斯卡萨部落的复仇，斯卡萨部落对您的仇恨度持续上升。不过本次您将袭击队伍全部俘虏，领地信息不会泄露。爽啊！来让我狠狠消费一波。落雨先把自己的全部属性点拉满到100，又把白银级地次铺满正片地砖路面，然后决定将剩余白银用于提升小空和小蝶的属性，增强基地战斗力与工作效率。小空、小蝶，该给你们升级了。落雨花费8W 白银将小空全属性提升至50点，9.3W 白银将小蝶全属性提升至50点。玄丘兽娘属性暴涨，进化为震月兽娘，拥有顶级智慧。夜蝶属性暴涨，进化为魅蝶，增加特殊能力，群体魅惑，明艳动人。突然，砰的一声，小蝶破茧而出。多谢主人花费巨资帮我进化，小蝶以后一定会尽心服侍主人，永远跟随在您身边。接着，落雨花费30W 白银将御兽师升至3星，动物上限提升至15之后便休息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营地里传来警报声，提示有飞行物正在向您的领地飞来，请注意躲避。您可能面对的飞行物种类，空投不给香。哦，居然不是袭击！落雨急忙将外面的动物都叫了回来。果然，1分钟后，天空有不明物体落下。你们那里都是啥？我领地来了2只单峰骆驼，哈哈哈，有肉吃了。我空投了一个箱子，里面是一团白金。我这是地面隆起，出现了一堆银矿。我这领地下面莫不是地壳运动比较激烈？你们都这么富裕了吗？要不然解锁一下访客科技。我早解锁了，就等你们呢。几人又聊了一会，落雨顺势看了雷电科技的前置资源，需要铜矿2万，黄金2万，白银10万。这把落雨吓得不轻。2万的黄金蝎王需要挖200天，这太慢了，有没有好办法？听，熊族摆下擂台，赌注为200黄金。落雨进入房间，对方是一个高大无比的熊，居高临下看着落雨。人族太弱了，我怕你打1次就跑了。那要怎么样才肯打？赌注改成500黄金。落雨装模作样的迟疑了一下，咬牙同意。行，500就500。这人族看上去柔柔弱弱的，摆明了送黄金啊！要不要演一演，让他觉得有希望赢我？随着倒计时结束，一根箭矢飙射而出。不是，哥们，你演我。别着急，我还有后手呢。还是个召唤师，不过我可不怕你。嘿哦，您获得胜利，耗时1分21秒，您获得黄金500，观战费白银920。这应该演的还可以吧？要是秒杀的话，就没人敢和我打了。落雨打赢熊2后，观战席的雪豹族女子露出了微笑。雪豹族女子进入房间。你就是雨吧？我们雪豹族最不怕的就是你们召唤师了。这500黄金我收下了。话音未落，只见落雨召唤出了一只母鸡。那这个你又该如何应对呢？不就是多一只动物吗？我不怕你。下一秒，落雨在对方震惊的目光下，把母鸡搭上弓箭。你这母鸡也有品级吗？不然怎么击穿我的黄金级上衣？不错，我这母鸡下蛋可猛了，在我眼里它很美。鸡，你太美。雪豹女子张了张嘴，眼中露出非常不甘心的神，但还是消失不见。击败雪豹族女子后，落雨正准备返回营地，就听见系统的再次提：熊人族熊大申请和您决斗。就是你欺负我弟弟，小子，刚刚你赚了多少？现在我要你加倍吐出来。看吧，我就说装弱是有用的，这不是又钓上一个？落雨心里10拿9稳，但面上还是装得特别为难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但我总共只有1500黄金，这1000黄金赌的是不是太大了？废话少说，今天就全压上，直接把你踢出黄金 PK 局，给你借竞技场的瘾。听到这话，落雨装着被激怒的样子，一把压上黄金。熊大见状，露出了计谋得逞的微笑。哈哈，愚蠢的人类，随便被我激一激就上当了。兄弟，你终于上钩了。下一秒，落雨身后出现了草鸡、小狼、甲虫，还有一只青铜级大神。不是，哥们，都是哥们，多谢你这1500黄金，我收下了。落雨说完，一群动物围攻熊大，轻松地拿下对方。你个老六，
这是没完。嘿，哦，您战胜了对手，耗时3分29秒，您获得黄金1500，白银2610。落雨解决完熊大，刚回到营地，3位兽娘就围了上来。主人，你去竞技场打架也可以带上我们呀。乌啾，哈哈哈！杀鸡焉用宰牛刀？再说我可不舍得你们3位小可爱上去厮杀。落雨此言一出，小蝶忽然想到了什么。我还记得某一天，有人大喊小蝶救我。你怎可凭空污人清白？两人调侃完，落雨也没忘了正事，他拿出了上次缴获的一个宝箱，直接打开。100倍暴击触发，自动飞斧弹射器制作图，木材2000，石砖2000，白银级以上动物的金衣，黄金乘200。好家伙，竟然是斩杀类的防御建筑。落雨点击建造之后，眼前光芒闪烁，随即出现了一架大型的石弩。完成建造后，落雨打开了群聊。各位，访客科技解锁了吗？我倒是解锁了，就是我输入了落雨你的编号之后，竟然提示拜访你的领地需要1万白银。天哪，这么贵！落雨，你的领地评分究竟多高啊？领地评分相差1000就要出最高费用了。落雨，你的领地是要3000分了呀！哈哈哈，原因可能是我比较喜欢挖矿吧，总不能告诉你们我的领地评分是8800吧？落雨，挖矿真的这么赚钱吗？我能去你那挖矿吗？去一趟要花1万白银，你居然只是为了挖矿，只能说老牛不愧是你。老牛，不愧是你。落雨和几人寒暄了一下，便回到了营地。忽然，一阵系统音响起，警告！受到神秘力量的干扰，整个天道世界被热浪侵袭，持续时间10天以上，气温将连续攀升，夏季延长，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。警告！您的伴侣宠物小蝶有轻微中暑的迹象。小蝶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主人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晕。小蝶耐寒很强，但是耐热很差，没有犹豫，落雨直接抱着小蝶跑进了仓库。主人，这天太热了，我哪都不去了，就在仓库打地铺睡觉了。还好我提前囤了不少冰块，不然 BOSS 战还没到你就倒了。咦，我还要打 BOSS 吗？不是说好我负责貌美如花就行吗？那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丢出去？安顿好小蝶，落雨把农场里一堆耐热程度较低的动物统统丢进了仓库，随后才出门确认营地状况。接着他就看到了生龙活虎的小空和小金。你们两个不热的吗？乌啾，你这热吗？我感觉和前些日子没什么区别啊。小金，你这耐热度是认真的吗？接着落雨拿出一壶开水放在了盆子里。小金，你试试这个水洗手一下，小心点，这是开水。这温度还可以吗？挺合适的。那我试试。营地温度持续上升，此时聊天群里方雨梦发了个消息：大家都在吗？外面45度了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。刚才我翻阅建筑的时候看到了娱乐室，里面有室内泳池，泳池能够降温避暑，人和动物都能够在娱乐室中躲避这次劫难。群里没人说话，都在权衡利弊，直到落雨开口：高级娱乐是非常的贵，而且评分加的高会导致袭击严重，各位怎么看？落雨，你觉得呢？落雨，你来决定，我们听你的。落雨仔细思考了下，回复众人：制作这类奢侈建筑会大幅增加评分，我预计会增加800点评分。按照上个月的经验，月底有可能会多出40个袭击单位。但是如果不建，家里的动物们现在就扛不过去了。俺老牛不怕袭击，但我不想热死。那我们都建吧，月底袭击多防备一下就好。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建一个高级娱乐室。接着，为了快速凑齐材料，群里众人决定集中力量，轮流集合在每个人的营地里，一一解决营地湖中的怪物。方雨梦邀请您进入他的领地，您本次拜访无需额外支付费用，是否前往？落雨毫不犹豫点击了确定，接着他看向了小金。小金，我去就来，这边就交给你了。知道了，你要遇到什么危险就召唤我吧。落雨点了点头，走进了一道光门。不久后，落雨出现在了方雨梦营地里，眼前出现了好几个女孩子。落雨，是你吗？都到了呀，果然大家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，跟我想象的一样。我们还以为你是一个肌肉猛男呢，没想到居然长得这么帅。行了，大家还是赶紧办正事吧，免得被我迷得走不动的。愚蠢自恋的男人，你也就勉强入得我眼吧。忽然，落雨注意到了一旁捂着耳朵的那个。对了，大家，你们想不想摸猫来着？我记得有人答应过我，给我摸猫来着，是谁啊？好难猜啊！乌喵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就没有人关心俺老牛嘛？落雨带着一行人走到湖边搭建了浮台，没等落雨拿出牛奶，艾琳娜就从怀中掏出一株草药。这是引兽草，我之前试过，对湖中的黑鱼怪有用，可以将它引到岸边的浅水区。行，我来安置。落雨接过了引兽草后，
直接走入了水里准备安置。忽然他发现湖水有点烫。方雨梦、纳可尔，你们隐蔽；艾琳娜，你负责牵制。鱼。话音刚落，湖中一道黑影逐渐出现。就是现在。收到指令，一瞬间，艾琳娜和爱丽丝连续射了几十支弓箭，让湖中的大黑鱼吃痛。接着，一双无形的渔网捆住了大黑鱼。怎么办？来个力气大的，上去把黑鱼宰了。俺来！砰的一声，老牛的斧子劈在黑鱼身上，擦出了火星，但其毫发未损。不行，这样下去它要跑了。交给我吧。老牛力量应该是我们中最强的。落雨，你难道有很强的武器？落雨，你千万别逞能，放跑了大不了再来。话音未落，落雨便拿着老牛的斧子一刀斩下了鱼头。那个落雨，你一刀给他秒了啊！落雨，你比俺老牛可牛多了啊！力量点到多少了啊？哼，大惊小怪，这力量也就还可以，还行吧，就稍稍点了一点点力量。这一点点，至少是我的10几倍。几人震惊间，系统发放了奖励。您的小队击杀了湖中黑鱼水怪，获得白银4万、兽魂核心2、清风剑法1、白银级武技、小队科技共享卷轴1、白银级装备宝箱2、个人特性卷轴1。随着提示出现，落雨和方雨梦所站的浮台上光芒闪烁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道具。落雨选了其中的1枚兽魂核心，把剩下的全部留给了其他人。落雨，你这样会不会很吃亏啊？没的事，这里东西我都不需要，所以就给你们了。听到这话，刘大的眼睛瞬间放光，大声插话：落雨老大，接下来去俺老牛的地盘怎么样？我地盘的黑鱼可润了。行，没问题，到时候奖励分我90%就行。啊，你这是双标！